肺呢是一个娇胀的脏腑，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谈一谈如何呵护我们这个娇嫩的脏腑。中医在肺炎的治疗上常用的穴位有3个了，特别是有咳嗽了、有喘啦、肺炎这一类的重大疾病，用艾灸的方式来治疗。更虚的，我们就直接用隔姜灸，热气可以直接透到身体里面去。后期的肺炎，在这个处方下再加这个，可以达到一个恢复体质一个非常好的茶饮了。实际上我们知道，就是一般我们每个人都有感冒的一个经验，那感冒到有时候到后来会咳嗽，咳到肺很不舒服，很不舒服。所以是想问一下，就是说到底这个肺炎它的整个过程是不是因为上呼吸道感染而慢慢引起，而不是它立即性就会有这样的肺炎的症状？应该这样说，大部分的情况下，初期都是先有类似感冒、上呼吸道症状开始的。如果我们没有把它治好，慢慢的就会形成中医叫做由表入里的一个病况。所以说，当一个病邪或是说我们的细菌啊，或是病毒啊，从我们上呼吸道跑到我们的支气管，跑到肺里面的时候，那它可能就会引起肺炎的状况。可是现在发现，有一些比较厉害的一些病菌它直接就会侵入到肺部，造成这个肺炎状况。那以中医的观点，这怎么来看呢？如果我们发现这个肺炎人数越来越多了，那表示这个病菌比较强。那我们在还没有病发之前，我们要注意的是自己的一个免疫系统有没有比较好。如果没有比较好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开始再加强这一部分了。中医其实是一个预防的医学，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探讨一下，怎么样帮助我们的观众朋友在很担心的一个情况下，怎么样把我们的自身的免疫力把它提升起来，让我们能够对抗外来的这样的细菌或病毒的一个感染。预防上有分几个方向那一个呢，就是我们常讲的食补啦。譬如来讲说，天气比较冷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感冒嘛，比较有上呼吸道的症状嘛。可能是感冒啦，可能是鼻子过敏啦，可能是鼻窦炎，严重的是肺炎。那我们就尽量少吃一些寒性的食物，因为这些寒性的食物呢，会让整个呼吸道的黏膜变得循环比较慢。那我们也知道，我们免疫系统必须透过血液循环比较好的状况，它才能达到抗病的一个区域嘛。第二个就是比较甜的那一些食物也要少吃。为什么？因为甜的东西比较容易生一些痰液，可是这些痰液又比较容易滋生细菌。其实我们鞋子也要注意，因为像肺炎这一类的，我们可能会生痰，我们会吐痰，你可能没注意就踩到之后就带回家了，这一个也是蛮重要的。那当然中药有很多药是可以帮助我们保养肺，像鱼腥草，一般的俗称叫肺炎草。如果担心自己会不会最近会不会也感染到这个肺炎或是说容易感冒的话，那我们平常我们就可以准备这个鱼腥草、金银花、板蓝根、贯众，可以预先买来泡茶。不一定要用煮的，煮的大部分就是比较浓，属于治病的。但是我们泡茶的话，它的浓度会比较薄那我们水量可以多一些全家一起喝，可以达到这个预防。那也想问一下，就是说您刚刚提的这四种就是泡茶饮来喝的这个药材，有没有是大家都适合，还是有哪些人是特别注意是不能去使用的呢？基本上我们介绍这4个药材，大部分都可以的。当然这就是量的问题，比较觉得很容易怕冷的人，那我们建议是以薰草为主啦。如果是一开始发作就喉咙痛啦、鼻干啦这样的状况，用银花比较适合。那如果真的很怕冷就是全身都很怕冷，那大概我们可以在鱼腥草之中呢加一点姜，跟加一点桂枝，这样的话比较适合用体质比较虚寒的，因为肺炎基本上它是2把火了，它一定会有一个发炎发热的一个状态。加有这样像鱼腥草这一类、金花这一类的，它比较能让这个发炎的状况减到一个最低的程度。那这是讲预防保健嘛，就是大家可以在平常的时候使用。那么中医在治疗肺炎应该也有分初期跟中期跟后期，因为不同期的症状是不一样，那是怎么样去治疗的呢？基本上到肺炎的这个状态，大概就是以咳跟喘跟有没有痰为主要的一个观察点。当然以咳那有痰的话，那再来看痰是黄的还是白的。那如果是痰是黄的那就属于我们中医讲的肺热症，像麻杏甘石汤这一类的，它就可以清肺热。有痰的话，再加一点川贝母，
它可以达到清肺化痰的一个功效。如果是有痰，但是痰比较轻的这一类，就是它的发热发炎它没有很严重，但是它有剧烈的咳嗽，我们就可以用比较跟杏仁有关的杏苏散这一类的药做一个治疗。但是到后期咳跟喘比较缓和的时候，可能喉咙比较干燥的话，我们就可以用玉竹啊、百合来滋阴润肺。百合呢比较偏向可以止咳，玉竹比较增加喉咙的这个水分。是特别是有一些年纪比较长的，他们在后期他们会特别感受的是口干舌燥，那个咳是那种撕裂的咳。这时候呢，这个百合呢跟这个玉竹呢用起来就蛮好的。是，那类似这样的肺炎的一个症状，是不是在临床上你们也经常用就是针灸的方式来舒缓或者是提升我们免疫力，或者是治疗肺炎呢？中医在肺炎的治疗上常用的穴位大概有3个了，一个是肺腧，一个是厥阴腧，还有一个是膏肓。肺腧、厥阴腧跟这个膏肓穴呢，是我们平常在治肺部疾病的一个常用穴道，特别是这个有咳嗽啦、有喘啦，像肺炎这一类的这个重大疾病，那我们就会在这边用艾灸的方式来治疗。更虚的，我们就直接用隔姜灸，那个热气可以直接透到身体里面去。那如何才能强化我们的免疫系统？那一方面就是说，平常呢，我们该运动的要运动，然后该休息的时候要休息。说，适当的运动跟适当的休息跟适当的睡眠，这3者我觉得是密不可分的。我强调这要适当，就是说你过度运动，身体会过耗，也很容易免疫系统下降的。是常常睡觉也不运动，血液循环差的，它免疫系统也是会下降。只要一下降，就不用去谈说我们免疫系统要进步了，要多么的强盛。还有一个平常就是说，我们正在大发作的时候是要看医生的。是所以肺啦，或是呼吸道比较干燥的一个状态，包含口干、舌干、喉干，或是干咳这样的状况，在预防或是在肺炎的后期的时候，体质比较虚弱，那食疗的话，就是山药是非常适合的，是健脾。银耳呢就润肺，蜂蜜呢也是有达到一个润肺，还有带一点小小的这个解毒的功能。这些都是很有营养的。那这个白萝卜呢？白萝卜有一个很特殊的是，它具有一个清肺解毒的功能。萝卜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叫萝卜籽。萝卜籽是真正拿来治肺炎的药。中药有一个处方叫做3子养清汤，里面有紫苏籽、来附子。来附子呢就是萝卜籽，是真正有在中药当中，在肺炎的时候我们有在用的。那哪些食物是不适合吃的呢？就是在这个时间点上。肺炎正在发生的时候，所有的患者不管什么体质，都要以清淡为主。民众常常会想说，因为我是不是有什么特效药，比如说要退烧快一点啊？然后以中医来讲，退烧比较快，可能就是很多的清热药啊。但是这是一个要非常小心的，说我们中医不是以退热为主，因为这个热的产生，尤其是发烧的产生，肺炎症要严重会喘会发烧，这是我们身体免疫系统在对抗这个病菌的时候产生的一个我们叫做工作温度。它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温度来打病毒，或是说它跟病毒在打仗的时候，产生了一个热象。病毒还蛮怕热的。另外一个相反的是说，我们正在病得很虚，是不是这时候要给他吃一点补的？不论是中药的补或是食物的补，这是肺炎的一个禁忌。那食物上的补是什么？像麻油是第一个禁忌，那第二个呢就是坚果类的，不要在肺炎的那个状态上吃太多的坚果类食物，像花生也不行。像桌面上有一2个很常见的薏仁、山药，薏仁跟山药都是补脾胃的。那为什么在肺炎期间要补脾胃？其实我们讲胃为后天之本嘛，就像我们讲说肺要很强的免疫功能，但是要有后期。这个肺炎的后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山药跟薏仁呢，来强化我们的脾胃的功能。那自然而然呢，它的恢复呢就会带到我们的肺，所以都补土，然后生津，
这是中医的概念。是，所以就透过我们的这个简易的又吸收好又消化好的一个食物，来增强我们的抵抗力嘛。因为我们免疫力要提升，如果没有那个食物补给，可能也不行。对，也要吃得下，也要能吸收、能消化，所以我们免疫系统才会真正的恢复。是，所以这个山药薏仁粥呢，就提供给大家。那接下来也要提供给大家一道茶饮。这个茶饮可能平常啊，大家如果有去唱歌什么，可能都会经常听到这个叫胖大海茶。这个就是胖大海，它有清肺利咽，利咽就是让喉咙比较开。好，无花果呢是清肺消肿，所以这两个配在一起呢，就可以清热消肿。所以我们平常那也是唱歌也是可以这样配啦。后期的肺炎，在这个处方下再加这个西洋参，一个补气，2个清热当中加一个补气，可以达到一个恢复体质一个非常好的茶饮了。如果我们要预防这个感冒啦，预防肺炎啦，那我们平常就可以单用这个西洋参就可以了。那有一点痰啊，或是经常会咳啦，那就是西洋参配猪背。不过给小孩子吃的都是把猪背跟西洋参磨粉，就可以比较方便。是。但是如果大人的话，我都建议当泡茶，这样比较适合啊。所以当肺炎或是肺炎后期的时候，那我们这个3个就可以一起喝，煮来喝。那我们也请医师试喝一下。所以是非常好喝，这蛮好喝的哎，还蛮适合每天当茶饮喝的。对，所以民众可以平常保养，预防感冒。那这个经常喝没有关系吗？它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因为人家不是说过与不及都不好，这个经常喝会不会有什么样的问题？所以中医是讲平衡嘛，所以我们再稍微介绍一下平衡，就是说，当我们比较容易喉咙肿、声音沙哑的，或是肝痛的，那我们的这个胖大海跟无花果，这个就多放一些了。如果我们是觉得我们都是比较没力气，讲话也没声音啊，全身都软软的，比较没力气啊，那我们就把西洋参放多一点。所以这个比例是随着个人体质不同，身体状况不同，可以做这个比例上的一个分配。各位朋友，如果这支影片对您有帮助，欢迎按影片下面的超级感谢赞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制作更好的内容，让您和您的家人更健康。